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通过航拍的画面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建筑奇迹，也是世界7大建筑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。长城万里啊，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明显的可以看到，这座万里长城就像一条巨龙盘旋在这座山面上面，绵延万里。那长城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像嘉峪关的、雁门关的，还有山海关。那些长城呢，很多是经过修缮的，而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长城呢，是原汁原味，没有经过修缮的。因为这个是在一座山上面嘛，很少人来这里，所以呢，保存的相对来完整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真正的万里长城，也就是我们平常中印象中的万里长城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去看一看这个长城，也可以称之为野长城。需要爬山过去啊，得走一段时间。长城我们之前也说过，它其实是分为好几种类型的，一种是像河西走廊、戈壁滩上面那些相当于是平原上建的长城，在大西北看到的基本是夯土结构的。那还有一种是在山谷里面，最后一种呢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看的，建在山顶上面。在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地方，特别是保定和大同这一块啊，很多这些长城呢，都是在山谷当中和这些山顶上面。由于啊，它是根据地势环境来建造的。在这个下面看远处那个敌楼都很壮观的，全部是砖结构的。可能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，就跟我们在课本里面看到的长城一样，北京的八达岭啊那种全部是砖结构的。在那边的山头都有啊，它是整个沿着这样山脉一路过去的。这边还是属于内长城。现在就开始是这样的小道路了，不过有道路走就还可以。看这个路就知道，经常有人来参观。刚刚停车的那里，那位大爷说，国庆的时候这里是人山人海，因为我们去看山海关也好，或者是雁门关也好，那些都是修缮的，而这些长城是原汁原味的，那就非常有意思了。而且是站在山顶，可以一览众山小。爬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终于快到了。这上面就是万里长城，在这个短短的不到200米的距离啊，就有好几座敌楼，那就证明这个地方当年位置非常关键的。这个大一点，然后两边的小一点，完全是在一个山峰上打造而成的。可以看到全部是砖结构。我们今天这一块看到长城呢，基本上是砖结构。这里所说的砖结构，我猜想很有可能也是包砖形式的。我们去上面看看，是不是真的如此？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长城的边上面，大家看看壮不壮观？这里呢，非常多的巨型条石把它堆砌而成，弄成上面平的，然后才能建造长城。因为这个属于在山顶上面嘛，不可能全是平的，所以很多如果有点缺口的地方，就得用石头垫起来，然后在上面修建长城。那顶部呢，就是一个敌楼，过去都是啊，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看到长城万里的壮观状态呀。我们经常在一些视频里面可以航拍看到万里长城，那这里呢，真的能是看得清清楚楚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上面走一走。一上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座敌楼，就跟一个碉堡一样的，它是有2层。下面这一层呢，主要是士兵如果碰到大雨可以躲藏在里面，以及在里面休息。还有一点呢，是存放兵器的。而上面呢，就是那些士兵值守的地方。它这里的长城也好，这些敌楼也好，全部是砖结构，下面是有巨大的条形石作为地基。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是砖结构或者这些石头，猜想得出来，应该是属于内长城。长城在北京这一块，包括河北这一块、山西这边有内长城的说法。然后我们再往旁边移动一下，然后大家就能看到
更气势恢宏的。看到了没有？长城万里，是不是像一条巨龙盘在这个山上面？那些看的是清清楚楚啊，一直是沿着山脉这样进入到山西大同，然后进入到陕西、甘肃，一直到达嘉峪关那边。现在我们去这个敌楼里面看一看。我之前在沙湖口或者是说雁门关也看到一些敌楼，不过那个是经过后期修缮的，而这些呢才是原版的，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这上面还有很多人留下名字了，哎呀，好多人不管去哪里都留名字，没必要。那这些呢就不是包砖形式的，它是完完整整用这些巨大的砖块砌成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砖的宽度都比较大，跟我们平时看的都有点不一样。这里面也非常大呀，哎呦！估计当时在一个敌楼里面还是有很多士兵的。这边有很多像窗户一样的，这个也可以称之为观察哨，同时呢也可以进行防御的。你比方说，如果有敌人来了，他也可以在这里向外面攻击、射击，或者是进行防御。我们这里看起来是没有多远，但是你如果绕着这个长城走的话，也有几公里啊。像明朝的时候，这种敌楼里面可以说是存放了很多东西的。然后这边过去的话，就一直延续着。那这里呢，又要开始进行爬坡了。像这些，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北京八达岭长城一样的。这一块啊，全是用这些石头弄成的。长城啊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或者平时看一些资料，大家都以为长城就像是北京八达岭修建的用砖结构。其实长城它是采用了多种元素、多种材料的。你像这太行山里面，敌楼可能是用那个青砖，而这些呢，就是用石头垒砌而成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是比较平缓嘛，那其实呢，以前这个还更高一点，可能靠近那个关外方向的话，还会凸起来一点。那到了河西走廊那一带呢，或者是说从山西北部进陕西那一带过去，长城很多呢就已经是夯土了，因为进入到那个黄土高原嘛。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石头，所以长城是根据地理环境、那个原材料的地点不一样，所以它建造的方式都不一样。这里我们就不走上去了，我们往反方向走，那边呢一直可以走过去。我们看看这个敌楼能不能有什么地方可以走上去。正常来讲是可以的。这没有上去的道路吗？我记得敌楼是有2层可以走上去的。那这里的敌楼可能跟我们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样。这一段长城是在河北省涞源县，叫做乌龙沟长城，建于明朝万历时期，是内长城的一部分。西接呢山西省的平型关，东北入莱城县。其实这里不远处啊就是紫荆关。整个涞源境内的长城全长150公里。修建这段长城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当时明朝防止蒙古族的入侵。这段长城非常重要啊！在公元1449年的时候，瓦剌呢城破紫荆关，直逼京城。而这一段乌龙沟的长城就是紫荆关的外围防线，守住了这里，基本上就守住了长城沿线。这里破了，京城的门户洞开。所以呢，内长城是明朝特殊的条件下的产物，等一下我们会细说。所以说这一段长城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这一块呀，看到非常多的敌楼，也就是如此。有敌楼就证明有重兵在这里把守嘛。这一段长城是当时戚继光主持修建的，因为戚继光当时是负责这一边的军事。这一段呢比较奇怪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建的。难道是上个世纪30、40年代修的吗？这个应该不是那个明朝修建的。这样看这2座敌楼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壮观、很气势恢宏啊？我看了这么多长城，来到这里，跟以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啊。因为其他很多地方的长城啊，经过修缮，
可能你没那么多感觉。然后河西走廊呢，很多是夯土的，但是你来到这里，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3个敌楼，很近吧？主要是这下面这一块是一个山谷，所以呢，必须保证安全。就在这个地方设计了3座敌楼，这边敌楼都上不去。这个敌楼有通道，正常来讲是可以上去的。那么可能以前是用梯子，后面把它撤了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现在继续往前面走，你看这个敌楼真的太多了，感觉100米左右就有一个敌楼，也就证明这一段长城的重要性。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整个这一片呢，下面全是用巨大的条形石组合而成。上面呢，这些应该不是同一时段建造的。这一块呢，有人来，相对来说还有一点点痕迹。你像那一块，我们刚才通过航拍可以看到，基本是没有路的，上面长了很多杂草，那些呢保存的更完整。不过呢，太远了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哇塞，到这里真的壮观了，可能视频还没有那么明显，我肉眼看到这里真的是激情澎湃啊！太美妙，太壮观了。然后从这里一直延绵到对面的山峰上面，所以这一块呀，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长城万里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现在通过这里下去，这个也是比较难走的。在山上修建的长城就是这样的，根据地势环境，这个也是当时明朝那些士兵修建的。站在这个山顶，风挺大，挺冷的，可以想象得出来，以前长城驻守的士兵还是挺辛苦的。那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士兵是不是一直生活在这个上面呢？不是啊，这个上面的士兵也是有值班制度的，今天是谁，明天是谁。然后士兵生活呢，就在这个长城下面的一个古堡。长城沿线呢，它都是有很多古堡的。我们在那个西北看的是非常明显，因为士兵他有家属嘛，不可能说住在这长城上面。为什么会有家属呢？因为我们也了解一下明朝的一种制度，明朝采用的是卫所制，那么就是说，他士兵驻守在长城，那基本上他世世代代呢都是在这里，他采用的是一个世袭制，这就是明朝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啊。因为朱元璋设计的制度呢，其实是军事嘛，由那些勋贵掌握，而那个政事呢，就由那个文官掌握。那军事的话，不是开国封了很多侯嘛，他们都是世袭罔替的，由他们掌管。朱元璋的初衷是好的，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朱祁镇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桐堡之变，那勋贵呢，基本上全部完蛋了。遗留下的那些呢，根本就不是文官的对手，所以从那个时期开始啊，基本上大明王朝的那个军事指挥呀，做主也变成了文官了，就是勋贵基本上做不了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明朝很多对外的将领啊，其实就已经不是那个勋贵说了算了，很多都是由文官统领了。就不得不讲到明朝文官势力的强大呀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块呢，其实属于内长城。内长城，那么相对来说就肯定是外长城的。内长城呢，其实主要是集中在北京、河北、山西这一块。这个主要还是由于外长城应该失去了一些功效。在那个朱祁镇时期呢，那个时候啊，还没有内长城。主要是当时明朝实力很强大嘛，他们能够打败那些蒙古骑兵，就是瓦剌鞑靼。但是呢，桐堡之变之后，明朝由攻转为守，那外长城呢，很多地方呢等于失去了屏障，相对来说就已经被蒙古占领了一样，他就必须得重新修建一道长城，阻挡蒙古骑兵的南下。所以呢，就修建了一个内长城，相当于环绕把北京圈起来了。为什么修建长城？
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了，这个是为了中原王朝的稳定，从奴隶制社会的周朝时期，这个长城就开始修建了。历朝历代基本上都会修建长城，到了后面清朝就没有了。修建长城，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秦长城以及明长城。那么大家觉得修建长城的作用是什么？是不是阻挡那些游牧民族骑兵南下呀？其实说的是没错，但是呢，修建长城并不是阻挡大规模的骑兵南下，主要是它为了阻挡那个小股骑兵的侵袭侵扰。你想这些地方肯定不可能有大规模的骑兵来了，那很有可能是少数的那些游牧民族的散兵散勇会来这个地方。因为你如果没有修建长城啊，那么整个中原王朝呢，就我们说像一个筛子一样，那么游牧民族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。那有了长城，基本上可以杜绝那些散兵散勇来攻击，能够保证华北平原就中原王朝有稳定的生产环境。大规模骑兵的话，长城也是阻挡不了的。你像在明朝末年，当时皇太极呢就率领大规模的部队绕过了长城，然后到了那个华北进行侵扰掠夺。那当然那个时候明朝实力呢也有所降低嘛，所以大家呢就一定要区分一下长城真正的作用。说的再简单一点，长城就是为了保证中原王朝能够稳定，保证那个农业能够正常的生产。因为在封建社会，农业这个基本上是决定上层的，你如果没有粮食，没有农业，那么这个王朝不稳定。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经过修缮的，后来在这里仔细看了一下，有一部分还是进行简单的修缮。比方说我们旁边这个护栏，可能是当地或者是说这个地方要打造，就把它修缮了一下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不过总体而言，这一块呢还算是比较原汁原味。看了这一段的长城，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以前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长城。通过这一段长城，我们也了解到了长城内部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。它这一段呢是由石头和砖组合而成。我们刚才说这一段长城非常重要，其实呢，从它这里密集的敌楼也可以看得出来。在这个地方，你肉眼就能够看到32座敌楼，这是极其罕见的。今天呢，真的是不虚此行。其实从到达这个长城到我现在准备走的话，我在这个上面差不多待了4个半小时。长城万里，万里无双。我站在这个长城上面，脑海中、耳朵旁边仿佛就能够听到当年长城上面的声音。我其实是非常喜欢长城的。下次如果还碰到，我继续会去看一看这些明长城。